鄂尔布鲁士山是一座位于高加索山脉的休眠火山，海拔5642米。它被列入欧洲最高峰，也被评为世界7座最危险山峰，单年遇难人数达到43名。1990年，一组专业登山队更是在登山途中神秘死亡。有人说是撞邪，有人说是碰到了超自然现象。这座山峰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雷店长尝试攀登鄂尔布鲁士峰，讲述这座山峰的诡异传说。你看，这边吃个早饭，这边女孩在这讨论的嘻嘻哈哈的，讨论的嗨。Russia. You like here? Are you from Korea? Not Korea, China. China. You like China? Yeah, I'm from here. 那边那位呢是跟着这个英国探险队呢一起上来的，一个从北边登上去，一个从南边登上去的。This guy, Ahia Sataya, they was first guy who climbing to Elbrus. 鄂尔布鲁士峰拥有东西两座山峰。1829年，沙皇俄国军队地理探险队希拉尔哈西洛夫首次成功登顶鄂尔布鲁士峰的东峰，海拔5595米。1874年，一支英国队伍在向导哈西亚索塔耶夫的带领下，登上了海拔5642米的西峰，这是人类首次登上鄂尔布鲁士的主峰。面对先行者的塑像，我祈祷这次登顶顺利成功。Hello.Are you from Russian people? Yes. Oh, are you student? No. What do you think this Elbrus? Nice. You want to go to top? Yeah. 他父亲很帅哦，然后生的女儿也很漂亮啊。哦，yes。Дагестан, Махачкала. 达吉斯坦，这家都是女儿，然后乘着雪山，感觉特别好看。Yes. Спасибо. 对。How old are you?就是3457米的一个高度啊，再往上走呢，就是这个鄂尔布鲁士山啊。这是这个鄂尔布鲁士山下的一个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一个纪念碑。俄罗斯一直是在纪念这些曾经这些烈士啊。就是高加索地区的军人是这个样子啊。波波沙，杰克加廖夫设计的波波沙。Okay, look. Before, it was most highest hotel in the world. And when we hav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Nazi was there, and they are fighting with the Russian army because they make there like some base. 二战期间，鄂尔布鲁士峰成为了苏德战场的一部分。1942年8月21日，德国高山部队占领了鄂尔布鲁士峰海拔5300米附近的高山旅馆，并升起了载人气球，用于炮兵侦察。德军占领此地后，可监视苏军向巴库油田增援部队。苏军多次进攻未果，因战士缺乏登山装备，冻伤严重。直到1943年12月3日，苏军专门组织的一个团的高山部队，经过艰苦战斗，才最终收复了鄂尔布鲁士峰。大家看，这是鄂尔布鲁士山两座山峰。现在我们要登上左边那个最高的那个山峰，右边那个不用登。Are you soldier? I am soldier. Soldier. Why? Хорошо, soldier. You want to go to top mountain? 鄂尔布鲁士。One day? 5-6 дней, да. 5-6. Not tall guy, no guy. А вы сам только два человека, да? Вы сам. Сами пойдем, да, два. Да. А мы тут два идем с Терскол. 大家看，我身后还有一位自己登上去了。It's father and daughter. Father, oh yes, look. 我们看到这对登山的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妇女两个，她们这个确实涂挺白，以为是那个特殊的白人，原来是这个涂的防晒。不是，我以为你故意剪一个洞，表示这个挺时尚透气，原来是就一年穿坏了。对啊。你这不像话了，这我不相信是真的。走，雪儿坡，毛儿坡，身上的袈裟破。安东学长，他是位航天博主，也是本次挑战登顶鄂尔布鲁士峰的发起者。由于我们都不是专业登山专家，此刻能否登上这座山还是个未知数。哎，那怎么断了？当年网上盛传一个俄罗斯的视频，就是营销号也转发了，就是这个索道停不下来，一直转，就说是鄂尔布鲁士这边。哦，是这样子啊。滑雪索道。好，现在应该都是好的了。
我始终认为吧，就人类必须得有理想主义和前进主义，就整个人类社会才能前进。暑期夏令营团来了，都是一些俄罗斯的小男孩，男孩住在这儿，女孩住在对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把这老哥给掉下去了，他掉下去了吗？来，你叫他上来。这位强壮的老哥掉下去了，哇，掉到水里面踩的很多水，中国英雄把他救出来了。她老公很不好意思掉到坑里了，这个大坑。这么深到这儿？到这儿呢，妈呀 ！Hello, I'm YouTuber.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Russia. Oh, it's blue eyes. Yes. 哇，blue eyes and blonde hair。刚来到鄂尔布鲁士，虽然受到了登山冠军的鼓励，但还是遭受了25年来特大山洪泥石流，似乎在暗示着什么。这也让我们攀登变得前途未卜。You have been another mountain? Да, на Эльбрус уже один раз. First time, but in the night, tonight I'm go to top. I want to success. Before I have been Africa Kilimanjaro, you know. Kilimanjaro. Kilimanjaro strong or normal for you? Kilimanjaro, I think not snow, you know. Only in the top have the snow. Понятно. Oh, you know. Okay, hi. 登这座山容易吗？ Перепады давления, and очень мало кислорода. Мышце нужна кислород. И когда ты идешь, у тебя не хватает кислорода, и ты начинаешь задыхаться. Поэтому ты должен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 и отдышаться. И потом ты продолжаешь путь. И очень опасна перегрузка. Давление меняется. И это был первый раз, когда я увидел горы, при том, что я живу в Москве. 今天晚上我就要登顶。 Сегодня вечером я поднимусь на вершину. OK， 在鄂尔布鲁士山下的拥抱啊！ Я желаю тебе сил. Thank you, спасибо, Thank you。他是希望我有力量能上去 ，Success。OK。他们当地人的装备啊，很酷啊。8000米俱乐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要登顶鄂尔布鲁士峰？因为在旅行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当你全世界都走遍了，可以挑战一下14+7+2。14就是世界上海拔超过8000米的14座山峰，2就是南极和北极，7就是能代表7大洲最高峰的7座山峰。鄂尔布鲁士峰就在其中。China kid， 中国人哦 ，You can， 你会说中文？ 你会说中文？哎，你为什么会说中文？是因为我住在中国。住在中国啊！天哪，俄罗斯人吗？对，我是俄罗斯。哇，一个俄罗斯人会说中国话。你是老师吗 ？Teacher 教这个？我是那个留学生。留学生。对。你的中文非常好。没有那么好。真的，你学的是正宗的普通话。对吧？非常好。 哇，他们这是瑜伽吗？Yoga吗？是瑜伽吗？对，他们是做的瑜伽。瑜伽哦。对。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安娜。安娜。安静的安。我知道，安娜·卡列尼娜，对吧？对。著名的俄罗斯的文学，对吧？就是安娜。Nothing to don't make trust between clients and clients like money first. 哦，对对。First give money and after we will trust to each other. OK，I know，就是说我们先要交钱，别忘了付费啊，先要交钱。哇，就像那个魔兽世界嘛，中间像那个太极八卦，但是又不是。是的，好像是太极吗？但是它是变形后的那种感觉。This is my life. 鄂尔布鲁士峰当地人都认为充斥着诡异气氛，因为山上气候无常，难以预测。厚重的云雾要么突然散去，由阴转晴，但是又突然暴风雪，所以夏季成为了登山的季节。从这里海拔2000米就开始出现积雪，这也是为什么这座山海拔不高但攀登不易的原因。
在当地民族切尔可萨人的传说中，这座高加索山可是一座圣山，被称为受福者之山。相传登上山顶可以带来好运，但是1990年5月的一场攀登，6位专业登山者却离奇死亡。本来这次攀登只是一次热身，为了之后登上苏联的帕米尔高山，寻找此前神秘失踪的克罗契科夫登山队，他们还作为安全小组，准备给其他遇难的登山者提供帮助。Usually, what time come here is good? From May until September. September, winter. Winter time. Winter time. It's too cold. It's like Too Everest. cold. You can. Ah. Сколько раз ты зимой ходила? Ну, раз 20. She was on the winter Elbrus around 20 times. I just went one time. One time. Yeah, because it's super difficult condition. Это же очень сложно, там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Да, правильно?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Minus 50. Minus 50. Yes. Yes. Many ice. 哇，同学们，今天雷院长呢经过了特殊训练，我才发现啊，登这个鄂尔布鲁士山的，由于都是俄罗斯的教练，因为这是俄罗斯底盘嘛，所以受到训练居然是俄罗斯的军事化训练，这跟我登其他山不一样呀，感受到战斗民族的力量啊。Okay, good. 1, 2, 3, ha! Ноги! Yes! 加油！加油 ！1, 2, 3, go! 3! Yeah! Fighting! Good job! Good job! 教练为什么要教这组专业动作？因为昨天一位登山队员刚刚摔下鄂尔布鲁士山的悬崖而亡，在登山群里已经传开了，所以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必须要学习求生技能。第二个原因，由于在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人体需要逐步适应空气稀薄产生的高反，所以教练安排我们进行拉练，但这样就和这组苏联登山队的路线完全吻合，也让我体会到了这支登山队的神秘境遇。我们的队员在前方，我们是在后面走，目的就是后面如果有鬼来了，我就能抵挡一下，避免前面几位被鬼吃掉。你看刚才这位已经中邪了。大家听说过那个《世界奇妙物语》里面的故事吗？到最后之后呢，队员里面多了一个跟着我们走，本来4个人，后来有5个人，那才有意思嘛。现在要继续往上走，你看那个海螺云，让我想起了藏传佛教里的吉祥八宝。据说在海螺里面能听到佛祖的声音。哇，早就听说在2战时期那些党卫军来到这个高加索山，是为寻找一些未解的东西。寻找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不知道，就是这些全是传言。但是呢，德国的军队确实登到过这个鄂尔布鲁士的峰顶，我们也能看到照片，他们把那个旗就是插在这上面。就像这种名山大川，多少都有点磁场。对啊，磁场啊，多少都有磁场，不是说有点，肯定是有。这个不是我们的团队，这是另外一支团队在我身后，是因为我们走得慢之后呢，就造成了堵车，搞得像是我是这个登山带头人似的，这么一拍下来啊，所以我得赶紧走了。You want to go to top? Tomorrow 啊，哇 ，It's good, great。现在我要超越他们，我要登的比他们都要快。4009，刚刚走到4000米啊，太累了。这边往上走，一直走，好多这边俄罗斯人不怕冷往上登，雷队长呢，怕冷也得登。要登了，继续走啊。Hi, how are you? Hello. In the world, you have been another mountain? Just in Kazbek. Kazbek? Yes. Oh, Kazbek in the Other side, like other side. Georgia. 卡兹别克。那就是在那个格鲁吉亚那边啊。哎。要干嘛？要请我们吃东西吗？ Russian traditional. What's this? Oh, yeah. Dessert. Okay, thank you. 那我们是这个是俄罗斯制的可乐，是咋回事啊？这它料还是一个料，但是它不被制裁了吗？它就用不了这个可口可乐标，它就变成多 play 过了的。被制裁之后。Она с Казахстана. 这是哈萨克产来的。哦，俄罗斯买不到这样，可咱买的。就是俄罗斯还要从哈萨克斯坦进口这个可口可乐。Или Иран. 对，或者伊朗来的。伊朗也能做可口可乐吗？ Или Афганистан. 进口来的，反正也都是进口来，就拐着弯儿
转了一大圈，最后来到了这个俄罗斯啊。哦，原来这样。夜晚我住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山酒店里，这里是欧洲海拔最高的酒店。我的下铺就是一位俄罗斯女孩，我们就这样男女混住在一起。这个旅馆原来叫11号避难所，在1998年因为火灾被烧毁。这里有着丰富的历史，最初建于1909年，它在2战期间还被德国占领过，现在叫做 Lipras 胶囊旅馆。这边挺好的，能充电，能看雪景。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3900，就相当于4000了啊。Hi. Hi. Yes. Tonight I'm living here. Yes, is your brother? Yes. Yes. Oh, is it? 晚上在这里睡得好吗？住得舒服吗？ Мы первый день здесь. 哦，今天也是我们的第一天。你的爸爸很年轻，你的妈妈也很漂亮。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Мы вот приехали букваль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минут за 30 до вас. Вот. 哦，能跟你们全家人今天晚上住在一起，我非常的高兴。我们来自中国。Приятно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очень. Мы тоже рады, что мы с вами. Спасибо. OK。大家知道马雷县长走到各地啊，最喜欢看到那种幸福的家人，美美的在一起啊。刘县长昨天晚上在这住了一晚上啊，然后呢，安东在这边，他是住在这边的啊。然后呢，这边是厕所，你看从里面能看到外面的厕所。这边晚上倒是不冷，然后也是挺安静，但是呢，感觉这个气压搞得这个头还是有点痛。我下面住的就是昨天我采访的俄罗斯女孩，她爸爸妈妈都一起住着。看她爸爸出门了，我要把教练给我的一些裤子全都穿上去，这是我现在的任务。教练还给了一些东西啊，有这双大靴子，我一下子觉得有一种确实要登山的感觉。就这样，我们一大早开始攀登鄂尔布鲁士峰。大家看，现在呢，我就要攀登海拔5640米的雪山。随着天亮，群山也慢慢显现，高加索山脉的真容也逐渐清晰起来。还挺远的呢，加油！谢谢啊！好累啊！我跟他说，登顶太苦了，一个人登不上来的。往上走了，然后我们就要继续往上登了。现在走到了这个地方呢，还剩400米就要上去了，太冷了，太冷了。我们朝着鄂尔布鲁士山那处状似山谷的火山口进发，脚下的路似被无形的手拖拽着，每一步都沉得发慌。刺骨的寒风裹着细碎的飞雪，像无数幽灵在耳边盘旋，总让我忍不住回头，身后只有嶙峋的山影，可那被人紧盯的寒意却像藤蔓似的缠在后颈。拍摄更是无从谈起，教练的催促带着不容置疑的焦躁：“别停，必须在天黑前登顶。”他的声音被风声搅得支离破碎，听着竟有些陌生。终于在一块背风的山谷里停下，我颤抖着灌了一口水，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却压不住心底的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手掌触到的岩石冷得像尸体的皮肤。恍惚间，青藏高原的风雪和乞力马扎罗山的迷雾，竟和此刻的恐惧叠在一起。还是很辛苦的，我们要一直往上走。海拔特别高，这个活不是一般人干的。此时的暴风雪越来越大，好像越想什么越来什么。眼前这些画面似乎诠释了我们的人生。生活中总有一场暴风雪要自己面对，总有一条路要独自走过。我们踩着前人的脚印，向鄂尔布鲁士山更高处攀爬。我记得那支苏联登山队先是在4200米处短暂歇脚后，也是继续往上走。可是没走多远，前方突然冒出一支往下撤的登山队，他们的脸色比山上的积雪还要白，扯着嗓子喊：“暴风雪要来了，马上就到！”声音里慌乱的像病毒似的，顺着寒风钻进每一个人的骨头缝儿。队伍立刻决定在4500米处歇脚。此刻的我们也正遭受同样的考验，我们被暴风雪吹得东倒西歪，每一次摇晃都像被这雪山吞进肚子里。后来这支苏联登山队挖了一个雪洞避险，灾难也在这一刻开始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难道这一天我们真的会遇到什么危险吗Лидеру в другую руку. Come here, come here. Ёбаный рот!
Don't hope, no. I said. 此刻，我们的脚下像华山栈道一样陡峭。安东学长缓慢的前行，也不知道遇到了什么情况。前面更是有一支登山队，因为风雪和拥堵，决定返回。路上有很多人停下打盹儿，我真生怕他们再也睁不开眼睛。同志们，真是太可怕了啊！特别可怕，山又高，然后底下又深，走路又累，非常可怕。很多人还掉下去过啊！昨天没事，休息休息。站住吗？靠一下，要撤退了。由于风实在太大，教练的手套也被吹到100米外。我本想他可能不要手套了，但是他还是决定去捡手套，这是相当危险的。他在拿手套上来啊！歇会儿吧。此时，安东学长蜷缩着，打开了一瓶可乐。因为民间有一种说法，在高海拔喝可乐可以对抗高反，同时也能麻痹恐惧。我们的教练喜欢把自己的食物和喝过的可乐分享给我们，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太卫生，但是也慢慢的去理解俄罗斯人的热情。可乐的温度可比暴风雪还要刺骨，我们在风中相互鼓励，调侃下一站要攀登珠穆朗玛。其实做这些只是为了提醒自己时刻要保持清醒。祝下一个这个珠穆朗玛峰啊！沿着安全绳走，道路越来越窄，因为我们开始要垂直向上攀登了，这也预示着离登顶越来越近了。此时我的眼前出现了幻觉，前面的人一会儿在我身后，一会儿又出现在眼前，一会儿又消失了，加上寒风向我耳朵里面灌，此时我的腿真的走不动了。地心引力让我也急切地想挖个洞休息一下，甚至因为太热想脱掉衣服，但是我想肯定脱衣服会被骂，所以也就想想罢了。累死了，累死了，这就升顶了，上去顶了，累得要死了，已经没气儿了，没气儿了，完全没气儿了，没气儿了。当年这支苏联登山队也是为了躲避暴风雪，躲进了临时挖掘的雪洞。可狭窄的洞穴里，二氧化碳不断堆积。等他们从寒意中惊醒，挣扎着靠近洞口时，眼前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洞穴口躺着几具僵硬的尸体，那是当初没有坚持住，冒险冲出去求生的同伴。但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雪洞门口赫然躺着一部无线电和很多沉重的冰镐。难道他们经过了搏斗？但是更惊悚的是，在一名遇难者的胃中竟发现了其他遇难者的毛发。难道在失温的情况下，真的会出现人吃人吗？或者某种无法解释的超自然力量将他们推向了死亡？在教练急促的催促声中，我终于登上了海拔5642米的鄂尔布鲁士山顶，但狂风刮得让我直不起身。那风像千斤利刀，稍不留意就要把人卷下山崖。几名印度登山队员顶着风玩命拍照，身后的打卡计数器闪着冷光，每上来一个人便会有人上前去拉下扳手，像是在给这场生死赌局盖戳。哇，给他说风真的很大，我是爬上来的，爬到这个山顶。此时安东学长也踉踉跄跄登上山顶，刚站稳便直直躺在雪地上，享受着山顶的掌声。这里是欧洲之巅，我们终究没有被雪山的凶险吞没，反而踩着一路的艰险站到了最高点。这份从绝境中挣扎来的幸运，比山巅的风光更让人热血翻涌。所有的疲惫在此刻都成了值得欢呼的勋章。现在呢，雷队长终于来到了海拔5642米的高加索的鄂尔布鲁士山。但是无论怎样，雷队长，大家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风景，这个风景有多美呢？极其的壮观。站在鄂尔布鲁士山巅，那支苏联登山队的故事终于解开了我心中的谜。这座人间秘境之所以让人敬畏至今，正是因为它蕴藏着自然的法则。当人在严寒中意识模糊，或许正是天地在悄悄托举。鄂尔布鲁士山的风雪里掩埋着太多未解之谜，而所谓的未解之谜，往往是我们认知的边界，是能力的尽头。
探索雪山的意义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打破我们为自己设定的认知牢笼，让我们从古老的传说中走出，又以新的足迹走进属于我们的传说。这或许就是理解世界的本质。唯有相信自己真正属于这片天地，我们才有勇气去解读它的浩瀚与神秘。告别了鄂尔布鲁士，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在中亚有这样一个国家，他们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城市与城市之间居然相隔1000公里，让你每天都在探索的路上。下一集，雷探长走进哈萨克斯坦，去记录那里的人文风情。